比特币还会继续上涨吗？山寨币能涨多少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我之前所开的多单仓位，目前我们已经出现了部分的已结盈亏，这些已结盈亏都是由资金费率所造成的。那最近所产生的资金费率呢，并不是算太多，因为我们最近有插针洗盘。那通常上涨走势过后，经过了插针洗盘，后面的上涨呢会比较健康，因为插针洗盘会把杠杆过高的、仓位过大的这些仓位呢给洗出去。那如果说我们的资金费率有一天到了上涨末端的时候，那资金费率会远远超出基准值，甚至会大于我们上涨所获得的盈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非常非常注意风险了。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吧。我们从周线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过去有一些技术分析的背景，你有筹码的概念，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段上涨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我们可以创造出很不错的涨幅，因为我们在过去是有一段吸筹区间的，我们有吸取了不少的筹码，然后这段震荡呢，它累积的量能也是足够多的，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威克夫的这种因果法则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一旦可以有一定的区间我们后面就可以有相对应程度的上涨像这种趋势的波段上涨呢，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也不是随机出现的，它必须在前面呢出现一定的吸筹区间，做足了一定的准备，有相当程度的筹码交换，我们才可以有这种程度的上涨。那我们之前有谈过在我们走这种周线级别的区间、周线级别的盘整过后呢，一旦我们突破，后面就是走周线级别的上涨，周线的这种上涨行情那我们前面一段呢，是从25000一路走到了74000，也是伴随着 ETF 的疯狂流入。那我们现在这段行情也已经开始了，不过这段行情我认为还没有走到头你可以观察，如果以级别的观念来说呢，我们这段上涨的级别它和前面其实还是有一段差距的。那我认为他们至少上涨的级别会类似，并不是说涨幅一样，但是至少级别会是一样的。那我们在中间呢，曾经有过一小段时间的停留震荡，这可以让很多已经获得相当利润的人下车。那我们后面呢就会比较好拉盘那通过这种上下的插针洗盘呢，也可以清除很多的多头杠杆，不坚定的多头杠杆。那我相信，如果接下来市场的杠杆过大那很有可能呢也会出现像前面一样的洗盘。一旦盘面被清干净了之后呢，迎接我们的就是后面一段的上涨。那我相信这也会令我们非常期待。我们再把级别呢看到我们这2-3根 K 线它一样是周线，你可以发现我们这2-3根 K 线它的下影线其实都蛮长的，这可以显示当我们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在底部它都有不错的支撑，导致我们很难跌得很深。级别切到日线你可以发现我们目前这段走势呢，我认为是相当强势的，我认为它甚至就在为下一段的上涨做准备。因为我们在10万左右的阻力呢，其实阻力的效果并不明显。如果我们在10万有很明显的阻力我们会直接回落。那我们碰触到10万之后，我们回落的幅度其实并不大，那就表示10万的阻力呢，其实也没那么恐怖。我相信经过了一段的震荡洗盘我们很快就可以顺利的突破掉。我们目前整个调整区呢，其实也都是非常强劲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低点是在不断的抬高，然后我们甚至呢也创出了高点或许大家会认为我们这一段回调呢，或许是有点距离的，毕竟也有$5000，但是$5000对于当前10万美金的比特币来说，它其实只有5%的距离而已。你可以看就以我们现在的价位，距离前高连5%都不到，所以我相信5%，
我们就可以创造出历史新高。这种距离呢，我们绝对是非常有机会在短时间内就克服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你只要点开我随便一支影片，下面的 Bybit 链接，你只要 KYC 入金$100，你就可以享有$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而且你可以拿2次，这是可以重复领取的。你上面的活动你可以拿比特币以太坊，下面你可以拿一个山寨币的仓位 ，KYC 入金$100而已，我相信这非常容易达成，而且这个是限时。那我们再来看到山寨币的部分，什么是 Crypto Total Market Cap 呢？这个3的意思也就是加密货币总市值去除比特币和以太坊。比特币和以太坊老大和老二，我认为应该要分开讨论，因为他们两者的市值占的市场份额很大的比例。如果跟其他的山寨币一起讨论的话，我相信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就额外的把山寨币拿出来，也就是除了比特币和以太坊之外的这些币种。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现在其实就要突破前高。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突破前高，到了价格从来没有到过的区域，做 price exploring 价格探索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很不错的上涨。那我们可以先来复盘一下我们前面的行情。你可以看到呢，当我们在突破前高之后我们后面也是接续着有一波很不错的上涨。不过我们每轮牛市的涨幅呢，也都会逐渐的缩小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当我们上一轮牛市突破前高之后，我们还上涨了多少？我们从360个 billion 一直上涨到大约是1个 trillion， 也就是上涨了大约3倍，3倍乘以3。那我们这一轮呢？我们这一轮我相信也会有非常不错的上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谈到目前的山寨币的行情呢，是值得大家参与的。不过大家肯定要在参与的同时注意到风险那我个人是风险意识非常强的人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回避去参与山寨季因为通常山寨季最疯狂的时候呢，也就是暴跌的前兆了。我们在过去上一轮我们走了3倍，那我相信这一轮我们的涨幅会比上一轮要更来的小，也就是如果说我们只走2倍呢，或者说2倍多，如果说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认为最好也不可能超过3倍，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值大约是1个 trillion， 我认为我们最好的状况呢，它也不会超过3个 trillion， 在我们这轮牛市的顶部。那如果说走到2个 trillion 的话，我认为或许差不多如果好一点，可能2个 trillion 再多一点。那如果差一点的话，可能就是1个多 trillion， 2个 trillion 就差不多了。那如果大概是2倍的涨幅的话，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当前持有的山寨币，如果走出2倍的涨幅，现在的行情再走出2倍，是不是你可以承受的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涨幅？因为我们这轮牛市和上一轮它其实有非常多不同我们这轮是没有 QE 的，至少我们在牛市结束之前，我们是看不到这种 QE 的计划。那我们也没有低利率的支持，我们的降息速度其实也很缓慢我们到这轮牛市结束之前，很有可能我们就只会再降个2-3码左右。它也不像我们在2020年疫情那样的无限放水政策、无限印钱、无限的低利率，你可以带出非常多的资金，然后市场会有很多游资，市场的情况在这一轮跟上一轮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再观察，其实目前呢，比特币的热度已经非常大了，目前已经有很多散户呢加入市场了。我们都知道在比特币牛市运行的过程呢，是先由机构在底部囤货，并且一开始的涨幅也是由机构拉盘的，等到了牛市呢，慢慢的出现泡沫，慢慢的接近顶部过后，市场当中的散户呢，它才会涌入那我认为 Google Trend 它非常能反映新加入市场的散户。你想会有哪些人他会在 Google 上面搜寻比特币呢？
应该只有那些对比特币不了解、没有买过比特币，但是想要买入他的第一枚比特币的朋友，才有可能去 Google 上面搜寻哦。但凡是有点经验哦，都不会去 Google 上面搜寻哦。所以我认为这可以反映这种新手的热度，我认为非常准确。你可以观察我们最近的比特币的热度呢，已经创下了我们近期的高点哦，这轮牛市的高点。我们大概2万、3万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搜寻呢是几乎没有任何的热度的，是一直到了我们大概3万、4万、5万再上去之后，我们的热度才慢慢起来。那我们过往呢，在顶部啊，它其实有一个搜寻热度的区间啊，它或许维持了1年左右啊，所以并不代表我们创造出了热度的新高，我们的最顶部就达到了。我们在这个最顶部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是走出一段区间的，它或许会走1年，也不一定啊。那其实在这1年当中呢，我们会慢慢的走到顶部，其实往上都还会有一段涨幅。不过我可以提醒各位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散户很疯狂的阶段了。那我们还有另外的搜寻方法哦，他们当然不会只打比特币，他们还有可能去搜寻 BTC 哦，也就是比特币的缩写啊。你可以观察，如果是 BTC 的话，那我们的搜寻热度哦，现在的热度是甚至比2021年当时牛市顶峰的时候要来得更高。那我认为这肯定是散户涌入市场的讯号。那比特币和山寨币之间呢，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啊。山寨币呢，它在底部，还有在刚开始上涨的阶段呢，其实也不存在机构啊，它就是纯纯的散户市场。我们可以观察不是这个啊，抱歉。如果是山寨币呢？山寨币的话，我们是在最近才开始疯狂的出现热度，并且达到了巅峰啊。那你也可以发现，就在最近，我们前几名市值的山寨币就是在最近开始上涨的，我们前面都没有出现什么涨幅啊，那当然也不会有热度。那可见山寨币它的涨幅呢，它的资金啊都是由散户所带入的。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鲍威尔的发言啊，他说黄金啊，它是比特币是黄金的竞争者，而不是美元啊。过去大家都对比特币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大家认为比特币是一种货币，其实这不对哦。比特币呢，它其实比较类似于黄金，它是储存价值、抵抗通膨的非常好的资产。它并不是要用在我们日常使用上的，就有点像你不会拿黄金去买便当，你不会拿黄金去买豆浆一样，它并不是日常使用的，它就是储存价值、抵抗通膨的资产。那过去有一种非常盛行的说法，就是比特币的交易手续费太高，而且交易的过程呢也是太繁琐，然后每个时间啊，它处理的交易笔数呢不能太多。其实这都是对比特币无端的指控啊，也就是外行人讲的外行话。因为你要知道啊，黄金的交易成本啊是远比比特币要来的更高的。你现在转账比特币呢，如果你在主网上面，注意，如果你要转账大额的话，主网才会是最安全的。你在主网上面做转账，你大约要付出几十美金的手续费。就以现在10万美金的比特币来说，几十美金确实不算少啊。但是如果相对于比特币10万美金的价格的话，其实它就是千分之几的手续费，其实是很低的。因为我们要对比黄金的话，我们来观察如果以今天台湾银行黄金存折的买入卖出价位的话，你可以发现卖出的话是1公克2775台币，那买进是2741台币也就是每公克你要付出的手续费大约是34台币。那34台币其实已经是1点多趴了1点多趴，1.2趴，1.3趴，1.3趴，那相当于是比特币的10倍，因为比特币是千分之几的手续费那黄金是1点多趴，1%点多那你可以想见其实
就各方面来说，我认为比特币它拥有黄金的性质，而且它有更多黄金所没有的这种特色哦，而且是更好的、更进步的。而且现在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1公斤的黄金要价280万左右的台币，那1颗比特币啊，已经超过了300多万了。所以1颗比特币已经大于1公斤黄金的价值了。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